我是个18线胡咖，莫名怀孕还被亲姐骗去打胎。直到听见腹中宝宝的心声，才知道孩子爹是京圈绝色太子爷顾彦琛。这胎我不打了。婉晴，这孩子不能要，生下来你就毁了。姐认识私人医生，现在就去预约，趁早拿掉。我爸的特助马上就到，他会给你一张500万的支票当安胎费。结果你听了毒姐姐的鬼话，为了什么骨气尊严拒绝了，害得我没了，你也死得好惨。500万，死得惨。巨大的信息量砸得我头晕目眩。苏婉晴小姐吗？我姓陈，是顾彦琛先生的特助。关于1个月前的事，顾先生想和您谈谈，这是心意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拿钱砸人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婉晴虽然穷，但有骨气，绝不会为了钱出卖自己，做你们有钱人的生育工具。又是这套，也就我妈会听毒姐姐的话，连我爸掏钱的机会都不给，就把她轰走了。我一个机灵，瞬间清醒。你滚！你滚！您请进，顾总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来着？顾先生的意思是，先给您500万作为安胎费，只要您能顺利生下健康的孩子，后续会再给您一笔丰厚的辛苦费。苏婉晴，快把他赶出去！我看着那张支票，吞了口水。我父母早逝，一直和姐姐相依为命，靠着这张脸，我在娱乐圈四处奔波，才勉强让我和姐姐没被饿死。到现在还在省吃俭用还债，我凭什么要拒绝？陈助理，您放心，请您转告顾总，我一定会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，好好安胎，把孩子健康生下来。我妈怎么突然长脑子了？要知道我爸是祖传弱精，能有个孩子不容易，而且顾老夫人特别喜欢孩子，只要我妈愿意配合，母凭子贵是迟早的事。苏婉晴，你要不要脸？居然为了钱出卖自己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姐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当然要生下来。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好日子？难道跟着我吃糠咽菜就有尊严了吗？苏婉晴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苏小姐，这种亲戚，我劝您还是少来往为妙。您说的对，我明天就搬家，和所有狐朋狗友绝交，保证给孩子一个清静健康的成长环境。不必麻烦了，您收拾一下必需品，今晚就搬去顾先生别墅旁边的副楼，那里一直有人打理，也方便夫人时时见到您。宝贝，这一世，妈妈不仅要让你好好活着，还要把你变成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搬进了顾家别墅旁的副楼。顾先生安排了顶级私立产科团队，请您每周按时产检。陈助理说完便离开了，躺在柔软的定制床上，我正想着接下来吃喝睡的神仙日子。唉，还以为妈开窍了，结果还是没追求，就知道躺平。苏婉萍，等她胡吃海塞变胖，被顾家势利眼和我爸白眉母郑希燕嘲笑，看她怎么哭。白月光、郑希言，那个顶级名媛，我立刻坐起身。宝宝这么有上进心，我这当妈的绝不能拖后腿。我马上预约了顶尖的私人孕妇瑜伽和健身课程，外在形象也得跟上。我直接请来超一线女星的御用造型师，每周上门服务。小奶团似乎感受到我的决心，变得异常配合。孕吐、嗜睡等难受症状我几乎都没经历，每天吃好睡好，气色红润，整个人比孕前更光彩骤人。2周后，顾彦琛亲自过来，见到我时愣了一下，眼中闪过惊艳。苏小姐，我们只是意外，你只需安心养胎，平安生下孩子，不要妄想不该有的东西。真能装，我妈可是我爸唯一的女人，她刚才眼睛都看直了，心跳声我在里面都听到了。顾总想多了，我对您没什么非分之想，我做这些只是想以更好状态迎接孩子。彦琛，你堵门口干什么？快让我看看婉晴。我刚和医院通完电话，说宝宝发育特别好，婉晴各项指标也很优秀。他亲热拉住我的手，把一只水头极好的翡翠镯子慢慢戴到我手腕上。好孩子，你可是顾家大功臣，顾家几代单传，子嗣艰难，你能自然分娩健康孩子，无论男女，都是顾家天大的福气。放心，顾家绝不会亏待你。是奶奶，世界上最好的奶奶。您言重了，
身为母亲，就算没有这些，我也会对孩子负责。顾总已经给我这么好环境，提供了最好医疗，我不能再收您这么贵重的礼物。你这孩子，跟我客气什么？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孩子能有您这么疼爱他的奶奶，是天大的福气。以后就算我不能常常见到他，我也可以放心了。傻孩子，胡说什么？你永远是孩子亲妈，谁敢不让你见孩子？以后顾家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我只是让你安分守己，没说不让你见孩子。副楼你安心住着，主宅也可以自由出入。我妈这操作怎么变得这么聪明又茶香四溢了？不过干得漂亮！本来按照计划，我怀孕这事儿是要高度保密的，但架不住顾夫人一高兴就忍不住炫耀。很快，整个京圈上流社会都在传那个多年无绯闻，甚至被暗潮若惊的太子爷顾彦琛，不仅要有后了，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。顾彦琛对此并未澄清，只是他来副楼的次数变得频繁起来。一次，我正喝着海鲜粥，他的目光偶尔落在我脸上，一直没有离开的意思。我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心念微动，转身盛了半碗。顾总，你要不要也尝尝？从那以后，顾彦琛来的次数更多了，有时是送些罕见的水果，有时是顺路过来看看检查报告。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，只要那个白月光不杀回来捣乱，我妈拿下我爸这座冰山指日可待。然而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这天，我刚准备出门，就被人拦住去路。完蛋了，郑西妍还是杀过来了。这种爱而不得、因爱生恨的白月光最有杀伤力了。我妈现在除了有点钱和奶奶的喜欢，拿什么跟她比啊？你就是那个靠爬床勾引彦琛哥哥的女人。你是谁？有什么事冲我来就好，求你千万别伤害顾总的孩子。还跟我装？你耍的那些下作手段我查得一清二楚。我不知道哪里惹到你了，如果打我能让你解气，那你就打吧，只要别牵连无辜。郑希言，你在干什么？下一秒，我被一股大力拉进带着冷冽松香气息的怀抱。郑希言气得脸色铁青，尖声道：“你居然为了这么个来历不明的野鸡凶我！”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彦琛，我是担心你被人做了局才特意赶回来的。我找了最顶尖的私家侦探调查，我怀疑整件事都是这个女人自导自演的，目的就是借种逼宫，妄图嫁进顾家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是要给我泼脏水了？这件事我早就查清了，晴晴是无辜的。我刚要悄悄松一口气，那也不能证明她就是清白的。你看她以前在娱乐圈玩得多花，她肚子里种说不定根本就不是你的。顾彦琛低头看到照片里我与不同男人，甚至包括亲密拥吻的画面，脸色瞬间阴沉。不是的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，这些照片都是合成的，我从来没有谈过男朋友。彦琛，你信我？谁信啊？这种谎话骗鬼呢！我才不信有人真的能睡一觉就怀上孩子。想证明自己清白，那就现在就跟我去医院做亲子鉴定。看到顾彦琛绷紧了下颌，沉默着没有立刻表态，我心一横，带着孤注一掷的决绝。好，反正孩子已经6个月，可以做羊水穿刺了。我愿意这个鉴定来证明我的清白。只是等结果出来，就算证明孩子是顾总的，我也会带着孩子离开顾家，绝不会再打扰您和郑小姐。郑小姐您放心，我苏婉晴从未肖想过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。我这番话果然成功激起了顾彦琛的保护欲和愧疚感，他眼中满是不忍。郑希言恨得牙痒痒，我忍着恐惧和不适，接受了羊水穿刺。过程比想象中难受，结束后我扶着腰，脸色苍白，脚步虚浮地走出病房，却正好看见郑希言亲昵地挽着顾彦琛的胳膊离开。我独自回到副楼，看着窗外，心中涌起一阵自我怀疑，就凭我真的能撼动他们青梅竹马的感情吗？也许我的宝宝注定没法和我一起堂堂正正，内心的失落和身体的不适
让我一夜无眠。第二天，顾夫人亲自把我接回了顾家主宅，说要给我好好补补身子。婉晴，昨天委屈你了，等鉴定结果出来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补偿。结果出来了，你们快看，苏婉晴肚子里的野种根本就不是顾燕琛的。我和小奶团几乎同时在心里惊呼：这不可能！腹中的宝宝似乎感受到了危机，猛地一阵悸动。你为啥这种手段就能攀上顾家？野鸡永远变不成凤凰。我早就看出你别有用心，幸好我赶回来揭穿你，不然真让你得逞了。我双腿发软，几乎站立不住。顾夫人迅速扶住了我。你这报告从哪儿来的？当然是权威鉴定机构，伯母，我为了燕泽哥特地加急做的。她唰的一下将报告展开，亮在所有人面前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苏婉晴怀的根本就不是顾家的种。刹那间，顾燕琛周身散发出的骇人寒意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真是惊人记住啊，这笨师傅！哎呀，还以为是个单纯的，没想到心机这么深。苏婉晴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可辩的？沈小姐才是真心为顾少好的。沈雨薇几乎将报告甩到我脸上。燕琛哥，你快把这个骗子赶出去，他骗了你！然而顾燕琛却并未如他所愿的立刻发作，那深不见底的目光从我惨白的脸移到那份报告上。我是这次鉴定的委托人，为什么鉴定机构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，反而结果却先到了你手里？沈雨薇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。这个，我关心燕琛哥，催他们做了加急。燕琛哥，你知道我的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你快说句话呀！顾燕琛微微侧身，避开了他的触碰。他拿起那份报告，眼神专注，仔细审视了片刻，随即他朝身后的助理使了个眼色，助理立刻心领神会的出去打电话确认。顾总已经联系过机构，对方确认样本仍在检测中，最终报告需要明天中午才能正式出去。雨薇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沈雨薇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我就知道你们会被他蒙蔽，都进来吧，让顾家看看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这位是新余的刘总，是苏婉晴之前的合作对象。苏曼贪婪了看了一圈，对我冷冷一笑，眼里透着疯狂。顾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管教好妹妹，她为了能拿到星余的那个选秀名额，主动去找了刘总。我劝过她的，可她根本不听，还说这是最快的方法。是啊，顾总，老夫人，这种事情你情我愿，是苏小姐先来勾引我的。这种想靠身体上位的女人，我见得多了，没想到她胆子这么大，怀了野种还敢来讹诈顾家。你们胡说，燕琛，他们在说谎，我从来没有你相信我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死死抓住顾燕琛的手臂。顾燕琛的面色阴沉的可怕。就在这无比混乱的时刻，顾老夫人却突然上前一步，缓缓开口：“一份漏洞百出的假报告，两个突然冒出来的证人，真是好大的一场戏。既然今天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也就不必再隐瞒了。我活到这个岁数，什么风浪没见过。婉晴怀孕是天大的喜事，但顾家的血脉不容有失，更不能让未来的孩子母亲蒙受不白之冤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早就秘密安排了3份亲子鉴定，样本同时送到了3家不同的权威机构，由我的人全程盯着，绝对保密。明天中午，另外2份鉴定结果也会出来，到时候谁在说谎，谁在搞鬼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好孩子，别怕，奶奶信你。为这种人不值当，气坏了身子，饿着我的小金孙可不行。他拉着我就要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冷冷地瞥了一眼面色各异的众人。好好的一顿饭全被毁了兴致。婉晴，跟奶奶回房休息，我这就叫2个米其林大厨来，单独给你做点合胃口的。沈雨薇见顾老夫人明显偏袒我，伯母，您千万别误会我，我真的是为了燕琛哥好。一看到报告就急昏了头，什么都没多想就冲过来了。对了，一定是他，肯定是苏婉晴自己设的局，骗我闹出这场乌龙。这样一来，他反而成了最大的受害者，让你们所有人都心疼他，怜惜他。伯母，您这么明察秋妙，千万不能上了这个心机女的当啊！然而没等他发作，一旁的助理快步上前：“顾总，老夫人，出事了！苏小姐突然上了全网热搜头条，话题已经爆了。”屏幕上4幕的标题赫然映入眼帘：
惊天骗局，心机女苏婉晴借孕逼宫，野种疑云笼罩故事豪门。下面还配着几张抓拍的我和多位男士的照片，角度刁钻。别看，婉晴，不要看那些，奶奶在这儿，没人能欺负你。妈妈，对不起，必须这样，爸爸才会立刻行动。婉晴，婉晴，快叫救护车！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！婉晴，婉晴！顾燕琛，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这就是你的优柔寡断带来的结果。婉晴要是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万一，你让我怎么跟顾家列祖列宗交代？你怎么跟自己交代？妈，我别叫我妈，立刻马上给我把网上那些肮脏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1个小时之内，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一条关于婉晴的污蔑热搜。所有参与造谣传播的媒体和账号，给我一个一个揪出来，律师函立刻发出去，我要他们付出代价。是。我轻轻抚摸了下肚子，又很快睡了过去，眼帘颤了颤。我缓缓从昏睡中醒来，视线逐渐聚焦，首先看到的便是顾燕琛守在床边的身影。他看上去憔悴了许多，下颌冒出了青黑的胡茬，布满了红血丝的眼眸里翻涌着愧疚。婉晴，你醒了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医生。我下意识地轻轻摇头，第一时间将手抚上小腹。妈妈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睡了1天了，爸爸和奶奶都快急死了，不过坏人都被收拾了。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奶奶亲自盯着得到的最终报告，100%确认孩子是我的。对不起，婉晴，是我混账，是我愚蠢，让你承受了这样的怀疑和羞辱，我不敢求你立刻原谅。他的话音未落，顾老夫人走了进来，见了我，满脸心疼。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，我们顾家的血脉谁也诋毁不了，这下彻底真相大白了。接着他又从身后律师手中拿过另一份文件，这是我和你爷爷还有燕琛爸爸的一点心意，集团5%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公证生效，这不是补偿，这是给你和孩子的保障，更是我们顾家对你身份的认可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们自家人，看谁还敢再欺你辱你。病房门被猛地推开，沈雨薇不顾保镖的阻拦，踉跄着冲了进来。她直接扑到顾燕琛面前，头发凌乱，妆容被泪水晕花。燕琛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顾家不能这么对沈家。就为了这个女人，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，你就要对我们沈家赶尽杀绝？你忘了小时候是谁把你从湖里救上来的吗？是我沈雨薇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你，没有我你早就死了。你现在就要对我这么狠心吗？沈雨薇，当初真的是你救的我吗？这句话如同惊雷，瞬间劈中了沈雨薇。当年跳进冰湖里把我拖上潭的人，真的是你吗？他脸上血色尽退，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顾燕琛转过身，不再看他。看在你我两家过去的情分上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体面。限你3天内出国，永远别再回来，否则你和你家将要面对的就远不只是破产那么简单。沈雨薇狼狈不堪地离开了病房，我稍稍松了口气，下意识地抚摸着腹部。宝宝有点小得意的声音再次在我脑海中响起。哼，那个坏女人总算走了，她根本就是个冒牌货。爸爸真是个大笨蛋，找了这么多年，真正救他的人明明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救他？什么救他？爸爸小时候掉进家后面那结冰的湖里，差点淹死。刚好妈妈跟着姥姥来顾家老宅送年货，明明是妈妈把他拖上来的。竟然是他，是他！我震惊的抬眼望向刚刚转过身来的顾燕琛。婉晴，有件事我必须向你坦白，并向你道歉。其实从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被你吸引了。但我当时收到了一份关于你的背景调查，报告里说你是一心想进娱乐圈去攀附富贵的拜金女，所以我先入为主的对你产生了偏见，后来才会用那种态度对待你。直到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重新调查后才发现，当初那份报告漏洞百出。而更让我震惊的是，那个不顾一切跳进冰湖里把我拖上岸的小女孩，根本不是沈雨薇，是你婉晴，一直都是你。这一刻，所有的误会、委屈仿佛都找到了答案。原来，他最初的冷漠和刁难并非无缘无故。原来，那份莫名的吸引早有根源。原来，我才是他命运中早已注定的那个人。
对不起，婉晴，是我来晚了，是我蠢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但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放开你。你是我唯一认定的想要共度余生的人。巨大的空白冲击着我的大脑，原来所有的纠缠从10几年前的冬天就已经注定。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视线瞬间模糊一片。那些被我强行压抑的委屈，此刻尽数化作泪水奔涌而出。顾燕琛看着我泪流满面的样子，眼底的痛色更浓。他伸出手，指尖颤抖着。我知道，一句对不起弥不了对你的伤害，但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个用余生来补偿你的机会。话音刚落，他后退一步，单膝跪地，从口袋中取出一个精致丝绒盒，打开，一枚设计精巧的钻戒静静躺着，主钻在阳光下折射出夺目光芒。婉晴，嫁给我。我知道这很匆忙，可我不能再等，1分1秒都不想再等。从今以后，我是你的依靠，是宝宝的港湾，我会用一切去爱你，保护你，绝不让你再受委屈。我死死咬住嘴唇，他的目光灼热，我的脸颊发烫，宝宝的声音在脑中兴奋尖叫。嫁给他，妈妈快答应！我要爸爸，我要一个完整的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我住院期间，顾燕琛行动迅速，针对苏曼和刘总，顾氏法务部立即提起诉讼，证据确凿，手段果决。刘总公司遭到顾氏全面打压，濒临破产。我姐姐也为他的贪婪付出代价，再也无法兴风作浪。随后，顾燕琛动用顾氏集团及个人所有官方社交媒体发布联合声明，彻底粉碎谣言。公告附上对数十个造谣账号和媒体的律师函，表明追究法律责任，绝不和解。这份公告引发轰动，网络风向瞬间逆转。顾总霸气护妻，豪门真爱，苏婉晴这些词条冲上热搜。在一片祝福中，我顺利生下健康儿子。儿子的到来为顾家注入了活力，欢声笑语无处不在。但我没有停下脚步，安心做豪门太太。产后身体刚恢复，我便重新拾起书本，回到中断的大学校园。顾燕琛始终是我最坚实的后盾，他推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，准时回家带孩子。每当我熬夜复习，他就在旁边安静地处理工作，陪着我。大学毕业后，我靠自己的实力慢慢在职场中站稳脚跟，得到了团队和市场的认可。我不再只是依附于他的存在，而是真正能够与他并肩同行的人。现在，我和顾燕琛一起站在集团总部的落地窗前，看着脚下的城市繁华，夕阳的光柔和地照进来，落在我们身上。顾太太，今天辛苦了。我轻轻笑了笑，把头靠在他胸前，玻璃上映出我们紧靠的身影。3年后，顾家老宅的庭院里，樱花开了满树。妈妈，花花，花花飞飞。那是樱花啊，宝宝。樱花飘落的时候，就像在下粉色的雨一样，漂亮吗？漂亮，宝宝要花花。风大，别着凉了。我仰头看他，阳光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镀了一层淡金色的光。3年过去了，这个男人似乎比初见时更加沉稳内敛，唯独看我的眼神，从最初的疏离冷漠，变成了如今化不开的深情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今天有跨国会议吗？提前结束了。想你们了。顾燕琛一把将儿子捞起来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小家伙兴奋的尖叫连连，笑声在庭院里回荡。哎呀，爸爸又翘班回来陪我们了。明明说好今天要跟国外那几个老头开会的，结果开到一半就说剩下的明天再说，气得那几个老头脸都绿了。不过妈妈今天好像有心事，从早上起来就一直在看手机，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问题了？我微微一怔，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，确实有事。昨天我的大学导师给我推荐了一个机会，国内顶尖的影视公司正在筹备一部大型历史纪录片，想找一个有表演经验又懂幕后制作的年轻人担任副导演。导师说这是很难得的平台，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会有很大帮助。可我犹豫了整整1天都没敢答应，不是因为能力不够，而是因为……从刚才就看你心不在焉的。我抬头看他，
那双深邃的眼睛里满是关切。烟琛，如果我想要出去工作，你会反对吗？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失笑。我为什么要反对？因为要出差，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。景琛还小，我怕我不支持你。婉晴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我和儿子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你是苏婉晴，不是顾太太，你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我娶你不是为了把你关在笼子里的，当初我娶你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，你是我要共度余生的人，不是我的附属品。呜，爸爸好帅！妈妈你就答应了吧，那个纪录片项目真的超级好，以后拿奖拿到手软的那种。前世这个项目捧红了3个导演，妈妈错过就太可惜了。我忍不住笑了，眼眶却有些发酸。这个男人总是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最坚定的支持。那我真的去了。去吧。他低头在我额头上落下一吻。不过有一条，每天必须视频电话，少1分钟都不行。霸道。对你，我永远霸道。他勾起嘴角，那抹笑容里有宠溺，有占有欲，更多的是一种笃定。笃定不管我去哪里，最终都会回到他身边。小团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跑了回来，抱住我的腿撒娇。不要，宝宝要跟妈妈一起去。小家伙立刻瘪嘴，眼眶红红的。顾燕琛一把将儿子捞起来，扛在肩上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别动不动就哭。妈妈去工作，爸爸带你去看大恐龙，好不好？大恐龙？真的吗？真的有大恐龙吗？真的，爸爸带你去自然博物馆，那里有最大的恐龙化石。好耶，宝宝要看大恐龙。小家伙立刻忘了要跟我走的事，在爸爸肩膀上兴奋的手舞足蹈。我看着父子俩的背影，心里暖暖的，有他们在，我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？3天后，我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。纪录片项目的前期筹备工作比想象中更加繁琐。这是一部讲述华夏文明千年变迁的大型历史纪录片，总投资过亿，光是前期调研就要走访全国20多个省市的历史遗迹和博物馆。我需要跟导演组一起拜访多位历史学者，实地考察拍摄地点，协调各地文保单位的拍摄许可，还要参与演员的选角和服化道团队的搭建。忙起来的时候，经常一整天都顾不上吃饭，手机里的未读消息能攒上100条，但每天晚上9点，雷打不动，我会准时打开视频电话。妈妈，妈妈！屏幕那头，小团子穿着恐龙睡衣，抱着他最爱的小熊玩偶，奶声奶气的喊：“宝宝想妈妈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妈妈也想宝宝，等妈妈忙完这段时间，就回去陪宝宝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宝宝现在就要妈妈。小家伙瘪着嘴，眼眶红红的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。妈妈是不是不要宝宝了？是不是宝宝不乖？怎么会呢？妈妈最爱宝宝啦！宝宝是世界上最乖的宝宝，妈妈怎么舍得不要你？那妈妈为什么不回来？爸爸说妈妈在挣钱给宝宝买玩具，可是宝宝不要玩具，宝宝要妈妈。我的心都快碎了。景琛，男子汉不能哭，妈妈在外面工作很辛苦，我们要支持妈妈，对不对？可是。爸爸陪你画画好不好？画一幅画送给妈妈，等妈妈回来就能看到啦。真的吗？那宝宝要画妈妈，画最漂亮的妈妈，还要画大恐龙。妈妈最喜欢大恐龙啦。妈妈什么时候喜欢大恐龙了？我哭笑不得。宝宝喜欢的妈妈都喜欢。小家伙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很快就抱着画本跑开了。镜头重新对准顾燕琛，她穿着一件深色的家居服，头发有些凌乱，看起来像是刚哄完孩子洗澡睡觉。眼下的青黑明显，显然这几天没睡好。累吗？还好。你呢？一个人带孩子辛苦吧？不辛苦，就是想你。短短3个字，让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。我也想你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大概还要2周。前期筹备差不多完成了，下周开始试镜选角，选完就能回去休整几天。试镜？什么角色？纪录片里需要几个历史人物的扮演者，导演想找有古典气质的新人。明天开始第1轮面试，估计要忙好几天，光是简历就收到了上千审。妈妈，那个女2号有问题，她是个关系户，演技烂的要死，还特别爱耍大牌。前世就是你带的那个组，最后把你坑惨了。
他还会倒打一耙，说你潜规则演员，害得你在圈子里名声尽毁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突然想到明天试镜的事，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？你可是顾氏集团的少奶奶。在外面不许提这个身份，我要靠自己的实力。好，靠实力。不过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一定要告诉我，不许自己扛着。知道了，顾大总裁。叫老公。乖。老公。挂了电话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宝宝说的那个女二号到底是谁？前世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导演老周是个50多岁的资深纪录片人，头发花白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脾气直爽火爆，对作品要求极高，圈内人称周扒皮。不是说他抠门，而是说他要求太严格，能把演员扒掉一层皮。怎么都是些流量小花？经纪公司硬塞过来的，一个比一个难搞，全都要靠后期修图。我这是纪录片，又不是偶像剧。我坐在他旁边，负责记录每个演员的表现，同时协助他做一些初步筛选。前面7、8个演员都不太合适，要么气质不符，要么台词功底太差，还有一个连历史背景都说错了，把唐朝的妆容用在了汉朝的角色上。下一个，老周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下一位，周婉清。门被推开，一个身材高挑、妆容精致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她穿着一件改良版的墨绿色旗袍，长发披肩，五官确实漂亮，但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傲气。看人的时候下巴微微抬起，像是在俯视蝼蚁。她身后还跟着2个助理，一个拎包，一个拿水杯，阵仗大的像国际巨星。就是她，妈妈快跑！这个女人前世演了那个角色之后一夜爆红，然后就开始打压你，抢你资源，还到处说你坏话。她背后有金主撑腰，你根本斗不过她。最后你被她逼得退出娱乐圈，连大学都没能继续上。宝宝的声音尖锐而急切，带着明显的焦虑和恐惧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手心瞬间出了冷汗。周婉清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，她确实是这2年刚冒头的新人，演过几部网剧的女2号。营销号天天吹她是最美古典美人，千年一遇的古典气质，但演技一直备受争议。豆瓣上她的表演截图被做成表情包广为流传。开始吧。老周面无表情地说，连头都没抬。周婉清表演的是一段宫廷戏，要求表现出古代女子在权力斗争中的隐忍和决绝，眼神要从隐忍到决绝，情绪要层层递进。然而她的表演怎么说呢？美则美矣，毫无灵魂，全程就是一个表情，皱眉、含泪、咬牙，3种情绪来回切换，台词也念得有气无力，像在背课文。最关键的那个眼神转变，她全程都是一个表情，根本看不出任何层次。停！你的表演太表面了，没有层次感。我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一个花瓶。老周毫不客气地打断，周婉清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她冷冷地看了老周一眼，又扫了我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，转身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，哒哒哒地离开了。他的助理们手忙脚乱地跟上去，差点被门框绊倒。他肯定要去找他的金主告状了，那个金主就是投资方的刘总。前世就是这个原因，导演被换掉了，妈妈你也跟着遭殃，被踢出了项目组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，妈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宝宝说的前世，我虽然不完全相信，但有些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上一次听宝宝的话，我躲过了苏曼的算计，这一次也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上一次听宝宝的话，我躲过了苏曼的算计，这一次也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事情结束后，我找到老周，委婉地提醒他：周导，周婉清这个演员，我听说她背后有人，如果我们不用她，会不会有麻烦？哼，我怕什么？我拍了20支纪录片，拿过3个国家级奖项，还怕一个小演员？他要搞事就搞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来。这个圈子总不能让这些关系户给毁了。话虽如此，但我心里还是隐隐不安。老周有资历有底气，可投资方的权力是实打实的。果然，第2天一早，我就接到了制片人张总的电话。婉清啊，那个周婉清的事儿，投资方刘总那边打了招呼，说想让她演女2号。老周那边我劝不动，你帮我说说，你是副导演，说话也有分量。我心里一沉，果然来了。张总，周婉清的表演确实不太合适，而且她的档期也有问题，后面还要去外地拍摄。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婉清，你要知道，这个项目能启动，全靠刘总投了大头。
占总投资的1/3，他点名要用的人，我们总不能不给面子吧？你要为大局着想。宝宝说前世就是这个刘总在背后撑腰，难道这一世历史要重演了吗？张总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想想办法。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婉晴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现实就是这样。要不这样，你跟老周说说，让周婉清演个小角色也行，给他个面子。张总，3天，给我3天时间。如果3天后我没有解决方案，就按您说的办。我咬了咬牙，指甲几乎嵌进掌心里。宝宝说前世就是这个刘总在背后撑腰，难道这一世历史要重演了吗？婉晴，怎么了？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忙吗？燕晨，我需要你帮个忙。你说。刘总，是盛达影视的刘建国？对，就是他。我知道了。他的语气很平淡，但我能听出里面蕴含的东西。那是一个掌控着半个帝都经济命脉的男人，在听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对手名字时，那种漫不经心的笃定。燕晨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这件事我来处理，你不用管了。你的事永远不会让我为难。婉晴，你记住，你是我顾燕琛的妻子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有人欺负你，我不管他是刘总还是张总，都要付出代价。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有这样一个男人做后盾，我还怕什么呢？3天后，周婉清被正式告知，她没有通过试镜，女2号的角色将由另一位演员出演。消息传出来的那一刻，整个剧组都松了一口气。参与试镜的工作人员都看得出来，周婉清的表演确实不行，真让她演了，这部纪录片的质量肯定要打折扣。而我站在酒店的窗前，看着手机上顾燕琛发来的消息，忍不住弯起了嘴角。搞定了，刘总的公司今天签了一个新合同，条件之一就是不许插手你这个纪录片项目的任何选角事宜。下次有人欺负你，直接告诉我，不用犹豫。想你了。顾燕琛这个男人，办事效率永远这么高，还永远不忘在公事之后加上一句情话。我没问他具体用了什么手段，反正以顾氏集团的体量，让一个中小投资方乖乖听话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婉晴，谢了，这次多亏你，不然我真要被那几个关系户烦死了。你是不知道，这2天刘总那边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我都快被他烦死了。周导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纪录片的质量最重要，不能因为关系户就降低标准。说得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有原则的年轻人。对了，女2号的人选你有想法吗？我看了一圈，实在没有合适的。这年头，有古典气质又演技在线的年轻演员，比大熊猫还稀少。我想了想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名字。周导，您还记得4年前那个拿了最佳新人奖的宋瑶吗？宋瑶？你是说那个演文艺片《江南往事》出身，后来因为得罪经纪公司被雪藏的小姑娘？我听说她已经2年没接到戏了，都快退圈了。对，就是她。她的古典气质很独特，演技也好。那部《江南往事》我看过3遍，她演的那个民国女子，一个眼神就能把人带入情境。如果能请到她，效果一定比周婉清强10倍。我这就让人联系她的经纪人，不，我亲自联系。这样的人才不能被埋没。妈妈好厉害！前世这个项目就是被周婉清那个关系户搞黄的，最后纪录片口碑扑烧，导演被换，整个剧组都散了。这一世妈妈不但保住了项目，还帮了宋瑶一把。宋瑶后来可是成了影后的人啊！妈妈这是在给自己铺路。宝宝的彩虹屁适时响起，让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不过他说的对，在这个圈子里，人脉和口碑是最重要的。帮了宋瑶这一次，以后说不定就是一份善缘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一切都步入了正轨。宋瑶顺利通过了试镜。老周对他赞不绝口，当场就定了下来。周婉清那边也没再闹，据说刘总被顾氏关照之后，不但不敢再插手选角，还主动加了投资。剧组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，我也忙得脚不沾地，每天都要工作10几个小时，有时候连吃饭都是在会议室里一边看资料一边扒拉2口。但这样的忙碌让我觉得很充实。我不再是那个只能靠男人庇护的豪门太太，我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自己的追求，有了属于自己的价值。唯一的慰藉就是每晚跟家里视频通话。妈妈，宝宝画了妈妈。画上的我，脸是圆的，身体是方的，头发像一团乱麻，但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：最好看的妈妈。宝宝画的真好。
妈妈回去一定把它裱起来，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。真的吗？那宝宝再画一幅，画爸爸，画奶奶，画大恐龙，画好多好多。为什么要画大恐龙？因为大恐龙是宝宝的朋友，妈妈也是宝宝的朋友，朋友都要画在一起。儿子什么时候跟恐龙交上朋友了？上周带他去自然博物馆，他对着那个霸王龙化石站了半个小时，说要跟他做朋友。回来以后就天天念叨恐龙，还说长大了要养一只。那你可得准备好一个够大的院子。没事，实在不行就把高尔夫球场改了。你还真打算让他养啊？只要他开心，养什么都行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这个男人在外面是杀伐果断的商业帝王，在家里就是个无条件宠孩子的傻爸爸。镜头重新对准顾燕琛，他今天穿着一件白衬衫，袖口挽到小臂。想你了。我也是。我小声说。再过1周就回去了。1周太久了。顾大总裁，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在你面前，我不需要有出息，我只需要你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这个男人说情话的本事越来越高了，而且每次都能说到我心坎里。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奶奶说想你了，让你回来后第一时间去老宅看她。她要亲自下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。还有，沈家那边最近有点动静。沈家，我的心猛地一紧，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手机。沈雨薇，那个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，3年了。自从他当初伪造亲子鉴定，联合我姐姐苏曼和刘总陷害我之后，顾燕琛就勒令他出国，再也没回来过。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翻篇了，以为他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，但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。沈家的海外业务出了大问题，资金链断裂，负债累累。沈老爷子想跟顾家借一笔钱周转，开口就是5个亿。顾燕琛的语气很淡，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他们想让沈雨薇回来，当面跟奶奶求情，说毕竟2家世交多年，希望奶奶念旧情拉他们一把。你答应了吗？没有。他摇头，眼神冷峻。但我妈心软了，说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可以见一面，听听他们怎么说。你知道的，我妈跟沈家老太太以前是手帕交，虽然沈雨薇做了那种事，但我妈心里还是有些不忍。我沉默了片刻，手指在手机壳上无意识的摩挲。3年前的那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。沈雨薇得意洋洋地举着假报告，说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顾燕琛的。她联合苏曼和刘总，在所有人面前污蔑她是一个靠身体上位的女人。她找人造谣，在网上散布她的黑料，让她成为全网唾弃的对象。如果不是顾老夫人提前做了3份亲子鉴定，如果不是顾燕琛最终选择了相信她，她现在可能已经被赶出顾家，身败名裂。婉清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马上回去。你的感受比什么都重要。不，让他们来吧。婉晴，我相信你。我看着屏幕里那个满眼都是自己的男人，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笃定。我相信你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和孩子，而且我也不是3年前那个任人欺负的苏婉晴了。顾燕琛深深地看着他。好，那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面对。挂了电话，我靠在床头，望着天花板出神。沈雨薇要回来了，那个曾经差点毁掉她的女人。妈妈别怕，那个坏女人回来也是自取其辱。爸爸现在心里只有妈妈，奶奶也只认妈妈这个儿媳妇，她翻不出什么浪花的。宝宝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，带着满满的自信和底气。而且妈妈，你现在可不是3年前那个小透明了。妈妈拍了这个纪录片，以后就是业内认可的制片人，谁还敢小看妈妈？妈妈有事业，有家庭，有爸爸的爱。那个坏女人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跟妈妈比？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是啊，3年前的她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钱，没有人脉，没有靠山，只能靠着偷听宝宝的心声，步步为营，小心翼翼地在这个吃人的豪门里求生存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她有顾燕琛的爱，有顾家的支持，有属于自己的事业，她有足够的底气去面对任何风雨。1周后，我回到了帝都。下了飞机，来接我的不是司机，而是顾燕琛本人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，围着一条深灰色的围巾，站在 VIP 通道的出口，高大的身影在人群中格外醒目，周身的气场让周围的人自动让出一片空地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他眼底的冰霜瞬间融化，嘴角上扬成一个温柔的弧度。他大步走过来，
回来了。他的声音闷闷的，带着一丝压抑的想念和如释重负。回家。短短2个字，却让我的心无比安定。车上，他握着我的手，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他无名指上的钻戒，那是当初求婚时的戒指，3年来从未摘下。沈雨薇的事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怎么处理的？我没让他来，我想了一晚上，觉得没必要让你再见到那个人，所以我直接给沈家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顾家不会借1分钱。如果沈雨薇敢踏进帝都1步，我就让沈家的海外业务彻底破产。这样会不会太绝情了？毕竟沈家跟顾家是世交。世交？世交就可以伪造亲子鉴定，世交就可以污蔑我妻子婉晴。他当初想害你和孩子的时候，可没想过什么世交。我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，已经是看在2家过去的情分上了。如果他再不知好歹，我不会再手下留情。我张了张嘴，终究没再说什么。这个男人在外人面前永远是冷硬果断的杀伐决断，只有在家人面前才会流露出温柔的一面。车子驶入顾家老宅，还没停稳，我就听到了小团子的尖叫声。宝宝想妈妈，每天都想，吃饭的时候想，睡觉的时候也想，做梦的时候也想。妈妈也想宝宝，每分每秒都在想。妈妈每天晚上都看宝宝的照片才能睡着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妈妈手机里全是宝宝的照片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外面冷。我让人炖了排骨汤，先喝一碗暖暖身子。看你都瘦了，在外面肯定没好好吃饭。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了晚饭，顾老夫人亲自下厨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全是我爱吃的。小团子缠着我说了5个睡前故事才肯睡觉，讲得我口干舌燥。等把小家伙哄睡，我回到卧室，发现顾燕琛正靠在床头看文件，床头灯在他脸上投下柔和的光晕。见我进来，他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过来。累了吧？还好。婉晴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回来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谢谢你给我生了景琛，谢谢你让我知道什么是幸福。遇到你之前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一个人过完一生。是你让我知道，原来有家人陪伴的感觉这么好。我的眼眶有些发酸。顾大总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肉麻了？以前不是走高冷路线的吗？跟你学的。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说这些话吗？我哪有？明明是你先说肉麻话的。有，不过我喜欢。窗外的月光洒进来，照在2个人紧紧相拥的身影上。纪录片项目进展得很顺利，比预期的进度还快了半个月。宋瑶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，她的古典气质和精湛演技让老周连连称赞。好几次拍完一场戏，老周都激动地从监视器后面站起来鼓掌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婉晴，你推荐的这个人太对了。我跟你说，宋瑶以后必成大器。这姑娘有灵气，有天赋，还肯下功夫，比那些只会炒作的流量明星强100倍。拍摄期间，宋瑶跟剧组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，完全没有明星架子。她会帮场务搬道具，会给群演讲戏，还会在休息的时候给大家买奶茶。有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，她突然跟我说：“婉晴姐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是你自己够优秀。不，如果不是你推荐我，周导根本不会想到找我。我被雪藏了2年，以为自己再也接不到戏了。是你给了我第2次机会，这份恩情我会记一辈子。那就好好演，用作品说话。”而我作为副导演，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。从前期的统筹协调，到中期的现场调度，再到后期的剪辑讨论，我全程参与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婉晴，你有天赋，也有拼劲儿，要不要考虑以后专门做制片人？我可以推荐你去更好的平台，华谊、光线、博能，我都有熟人。周导，您太抬举我了，我才刚入门，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别谦虚，我看人很准的，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。你有审美，有判断力，还能搞定投资方，这就是制片人最需要的3个能力。很多人干10年都学不会，你半年就上手了。这件事我回去跟顾燕琛商量，他2话不说就支持。想做就去做，公司那边你不用操心，家里的事交给我。可是景琛还小，我带着，
白天送去老宅，奶奶巴不得天天带孙子。你不知道，她现在逢人就说我孙子多聪明多可爱，连跳广场舞的姐妹都被她说烦了。晚上我下班了接回来，反正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事儿。你不是要应酬吗？顾氏集团的总裁怎么可能没有应酬？推了，现在谁的面子都没有我老婆重要。能推的应酬全推了，推不掉的让副总去，副总去不了的就不去了。油嘴滑舌，只对你一个人油嘴滑舌。日子就这样平淡而幸福的过着。我一边带孩子，一边跟进纪录片后期制作，偶尔接一些小项目练手。顾燕琛每天准时上下班，把应酬降到最低，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。小团子一天天长大，从一个只会喊妈妈抱抱的小奶娃，变成了一个会问为什么天是蓝的，为什么小鸟会飞，为什么爸爸比妈妈高的好奇宝宝。每次他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顾燕琛都会耐心的解答，哪怕有些问题连他自己也答不上来，也会认真的跟儿子一起查资料，找答案。父子俩头碰头的凑在电脑前看科普视频。爸爸，为什么妈妈要出去工作？别的小朋友的妈妈都在家陪他们。因为妈妈很厉害，她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就像宝宝长大以后也会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一样。妈妈现在就在做她想做的事情。那妈妈厉害还是爸爸厉害？妈妈厉害，爸爸只会赚钱，妈妈会做很多爸爸不会做的事情。那宝宝以后也要做厉害的人。好，爸爸支持你。看着他们父子俩的互动，我的心总是暖洋洋的，像泡在温泉里一样舒服。妈妈，爸爸今天又推了一个重要的饭局，就为了陪宝宝看恐龙纪录片。公司的那些叔叔都说爸爸变了，以前是工作狂，现在是妻管严，每天准时下班比打卡还准时。笑什么？我摇摇头，没什么，就是想笑。过来。干嘛？过来就知道了。我走过去，被他一把拉进怀里，父子俩一左一右的靠在我身上，三个人挤在沙发上，看完了整部恐龙纪录片。是这个星球上曾经的霸主。这是霸王龙，这是三角龙，这是翼龙，翼龙会飞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1年后，纪录片《千年回响》终于杀青，并在年底的电视节上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大奖。我作为副导演，第一次站在了领奖台上。颁奖典礼在帝都国家会议中心举行，台下坐着上千位业内嘉宾和媒体记者，灯光璀璨，音乐庄重，一切都像做梦一样。我的手心全是汗，心跳快得像擂鼓。下面有请《千年回响》剧组代表上台领奖。去啊，这是你应得的，没有你，这个片子拍不成。感谢评委会的认可，感谢周导的信任和提携，感谢整个剧组的辛勤付出。这部纪录片凝聚了所有人的心血，我们用了2年时间，走访了20多个省市，拍摄了上千小时的素材，只为呈现华夏文明最美的样子。我的目光在台下人群中搜索，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顾燕琛抱着小团子，站在会场角落的位置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我的家人。妈妈好棒，妈妈最棒，妈妈是大明。感谢我的丈夫和儿子，是他们给了我追梦的勇气和力量。这个奖属于你们每一个人。台下掌声雷动，闪光灯此起彼伏。妈妈，你做到了！前世你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，被周婉清陷害之后，在圈子里混不下去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退出。这一世你站在了最亮的聚光灯下，你是最棒的妈妈。宝宝的心声在脑海中响起，带着满满的骄傲和感动，还有一丝得意，仿佛在说：看吧，我妈妈就是这么厉害。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。你一直都做得到。我的婉晴，从来都不是需要依附任何人的菟丝花。你是橡树，是可以和我并肩站在一起的人。妈妈是大明星，宝宝以后也要当大明星。
好，妈妈等着。一家三口紧紧相拥，那一刻，所有的闪光灯都聚焦在我们身上，快门声此起彼伏。第二天，各大娱乐版的头条都是同一个标题：一从豪门太太到最佳制片人，苏婉晴的逆袭之路。评论区里，曾经那些骂我心机女、借孕逼宫、不要脸的人，现在全都在说羡慕、励志、人生赢家，这才是真正的逆袭。我看着这些评论，心情复杂，百感交集。曾经的我，确实只是一个想靠着肚子里的孩子改变命运的18线小糊咖，一个连饭都快吃不起的穷丫头。但现在，我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爱我的丈夫，有了可爱的孩子，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这一切都始于那个能够偷听胎儿心声的金手指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抓住了机会，努力成长，最终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金手指可以给我信息，但真正改变命运的是我自己的选择和努力。